如果你以为耶稣永远温柔，永远微笑，今天这段经文会让你大吃一惊，因为这是耶稣公开、连续、毫不留情的7连击，而且对象不是罪犯，不是罗马人，不是外邦人，是最守圣经的人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，让耶稣直接开启属灵火山模式？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不容他进去。画面很清楚，天国像一扇门，有人要进，结果守门的不是迎接，是反锁。他们守律法，却不认出弥赛亚。问题不是无知，是拒绝，更严重的是还阻止别人。今天最可怕的事不是自己远离神，而是让别人对神失望。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这句话超重，他们很热心，传教超积极，问题不在热情，在方向。如果核心错了，热情只会放大错误。这提醒我们，属灵热心不等于属灵正确。耶稣开始讲一个很专业的宗教漏洞。他们教人说，指着圣殿起誓没关系，但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就得守，指着祭坛起誓不算，指着坛上的礼物才算。听懂了吗？他们在玩誓言细节。耶稣直接说，瞎眼的向导啊！重点不是金子，是圣殿；重点不是礼物，是祭坛。他们把次要变主要，把核心搞丢，宗教变成逻辑游戏。当信仰只剩技术细节，就失去神。这段超经典，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1/10。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。他们连香料都精准奉献，小到不能再小，这很认真。但耶稣说，重要的你们反而忽略。然后他说一句关键话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意思不是取消细节，而是优先顺序。信仰不能只剩外在准确，却没有内在品格。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这才是神的心。你们这瞎眼的向导，滤出蚊子来，吞下骆驼，这画面太幽默了。喝水前先过滤小蚊子，很好，很细心，结果转身吞下一整只骆驼。这是夸张修辞，意思是抓小错，放大罪，挑细节，忽略原则。耶稣重复一个词，假冒为善，希腊文原意是演员，意思是舞台上很敬虔，生活里很空洞。他不是讨厌律法，他讨厌虚假，不是反对奉献，是反对失去公义。为什么这么严厉？因为影响力，领袖若错会带倒很多人，属灵领袖若失焦会扭曲整个群体。所以耶稣不是情绪失控，是出于爱的警告。我们可能没有圣殿誓言规则，但我们有自己的版本。形式比关系重要，规矩比怜悯重要，表现比真诚重要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计算奉献比例，却忽略对人不公，纠正他人错误，却不反省自己动机，滤出蚊子，吞下骆驼。耶稣在恢复律法真正的精神。律法的本质不是细节完美，是反映神的性情，公义，对人公平，怜悯，对人有心，信实，对神忠诚。当这3样消失，外在再漂亮也无用。耶稣今天不是温柔牧者，是直言先知。
他拆穿宗教假象，不是为了羞辱，是为了拯救。因为真正的信仰不是表演，不是技术，不是细节堆叠，而是让神的心成为你的心，别只虑文字，也别吞骆驼，让公义、怜悯、信实重新成为信仰的核心。